为了让留学的儿子放心，老太太撒谎，说自己找了个对象，有人陪伴和照顾。没想到儿子忽然说要回国探亲，几天之后就到家。老太太着急了，身穿吊带短裙前去相亲。别说，这身材还真就不错，60多岁的人，看上去也就40来岁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在公园门口一见男方这位老先生，老先生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就走。老太太急了，赶忙紧追了几步。我带着身份证呢。老太太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话呢？因为介绍人说了，说这位老先生啊，曾经被欺骗过。为了让他放心，你必须要带上身份证，让周老先生看一看。所以这位老太太情急之下就来了这么一句。可适得其反，老先生周书泰不但没有留下，相反还回头蔑视地瞟了老太太于巧巧一眼，然后以更快的速度大踏步离开了公园。于巧巧觉得十分委屈，真想去找介绍人说道，可她没去。一是因为于巧巧性格内向柔弱，另外这位介绍人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，同时也是男方周书泰老先生的表妹。于巧巧不想让好朋友张小花夹在中间为难，毕竟张小花完全是一片好心，想让于巧巧和他表哥周书泰来一段黄昏恋，相互有个照顾。于巧巧在家里正一个人郁闷呢，好朋友张小花来了。巧巧，怎么样？我表哥风度不俗吧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他可是几十年的优秀教师，那儒雅的气质可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。哎，巧巧，你哭来着呀？怎么眼睛都红了？于巧巧听他这么一问，这才把白天与张小花表哥见面的情况如实讲述了一遍。不可能啊，不应该，我表哥可是最有涵养的了，他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去问问他。张小花风风火火离开于巧巧的家，直接就去找他表哥。周书泰正要睡觉呢，表妹张小花敲门而入。小花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急事吗？表哥，你今天去相亲，是不是欺负我闺蜜了？周书泰脸色一沉。小花，你还敢在我面前提你那个闺蜜？她是个什么人啊？首先这穿着打扮很不稳重不说，见面就要去酒店，你说我能理她吗？原来这位周书泰误会了，他以为于巧巧说带了身份证是要跟他去住酒店呢。因为周书泰曾经在手机里边不止一次看到过这种剧情，表妹张小花就解释说，人家于巧巧之所以亮身份证，是我教她的，为的是让你放心，人家是正经人。另外我表嫂在世的时候最喜欢穿红色吊带裙了，你不是也很喜欢吗？所以我才逼着于巧巧那么穿的。其实她可是正儿八经的淑女。你表嫂是爱穿吊带裙儿，我也没反对过，可那都是在家穿啊。你什么时候见她在外面穿过裙子？张小花一想，还真是那么回事。当初表嫂都是夏天在家穿短裙，从没穿着出去过。表哥，总之人家巧巧是个温柔的淑女，全怪我逼着她穿短裙亮身份证，你误会了。我看明天再重新见一面吧，你俩真的非常合适。周书泰摇了摇头，他相信表妹张小花的话，但是重新见面我看还是算了吧，再见也是个尴尬。无论张小花再怎么说劝，表哥周书泰都不同意再见于巧巧了。没办法，张小花只得对于巧巧实话实说。
于巧巧心情更加郁闷了。这人还就是这么回事，就怕想不开。于巧巧郁闷成疾，生病住院了。哎呦，病得还真不轻。好闺蜜张小花专门陪在医院照顾她。没过多久，于巧巧的儿子陈启浩回国来探亲，进医院一见妈妈，他就哭了。当得知母亲生病是因为前些天相亲造成的，这位陈启浩有点生气，很不高兴。他很想见妈妈那位相亲对象一面，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人，能把母亲气成这样。顺便说他几句，确切的说，是要教训教训那个老头，做人怎么可以那么无理。妈妈和阿姨张小花都拦着陈启浩，不让陈启浩去见周淑泰。如果见面一言不合，年轻人火气太盛，一旦闹出不好的事情，将来朋友都没法做了。可是这陈启浩还挺拧，非要见那老头一面不可。妈，张阿姨，你们放心，我只是好奇，就让我见一见那位叔叔吧。我真是只是有几句心里话要说，不会做任何出格的事情。终于还是拗不过陈启浩，于巧巧和张小花只好同意了，由张小花安排约出来他的表哥周淑泰，在茶馆要喝杯香茶。周淑泰与表妹张小花以及张小花带来的年轻人陈启浩在茶馆一见面，还没开口说话呢，周淑泰和陈启浩都愣住了。周淑泰看着陈启浩，好像是在努力地回忆着什么，而陈启浩呢，更是表情复杂，既有吃惊又有疑惑，最主要的还是吃惊。周老师，怎么会是您？您不认识我了？陈启浩，我是陈启浩啊！没等陈启浩把话说完，这周淑泰已经想起来了。小耗子，你是小耗子啊，聪明的小耗子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啊，陈启浩在读高中的时候调皮捣蛋，不爱学习，班主任老师就连校长都管不了他。后来还是隔壁班的语文老师周淑泰，利用休息日的时候，硬拉着陈启浩去了一趟建筑工地，看了看工人们辛苦的样子，然后又带着他到科技馆去参观。最后一番长谈之后，陈启浩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从此树立了一个光明的理想，知道主动努力学习了。周老师，真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见到您。您一切都挺好的吧？我很好啊，你怎么样？我听说了，你在国外学习很不错的嘛。将来怎么打算的？周老师，我一毕业就回国报效国家。周淑泰点了点头，我支持你，不过一切还要脚踏实地呀。说到这儿，他看了一眼表妹张小花，又转回脸来看着陈启浩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今天约我出来是有什么事情啊？陈启浩脸一红，把头低下了，就没好意思开口。张小花把茶先给表哥满上，这才说明了今天的来意。周淑泰一惊，什么？于巧巧是启浩的妈妈？哦，因为她还生病了，住院了都。哎呀，真是的，都怪我不好。走，带我去看看巧巧女士。周淑泰拎着许多的营养品来到医院看望于巧巧，进屋一看，又是一惊。哎呀，真跟相亲那天啊判若两人。这于巧巧因为生病又消瘦了一些，斜躺在病床上，阳光透过窗户照得她周身放光，简直很有点林妹妹的感觉。
闺蜜张小花和儿子陈启浩也陪在一旁。几个人这就把话都说开了。周淑泰郑重其事地向于巧巧道歉，希望您大人大量，能够原谅我那天在公园很不礼貌。于巧巧倒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轻轻点了点头。都是误会，不能怪你，不能怪你。张小花一看这个机会很好，她赶忙一拉陈启浩的手，走，到阿姨家里去帮忙修修电脑吧，让你老师和你妈妈好好的聊一聊。